荣耀 Magic V， 这是我们频道第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到底多少台折叠屏手机，我也数不太清楚了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牛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视频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荣耀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之后，目前产品线里的最高端啊 Magic V 折叠屏手机，荣耀对它也是寄予了厚望。素皮版这包装盒，大家可以把不环保3个字打在公屏上啊。这里边是笃行致远，真于至善啊，这第一句跟我们学校的校训有点像啊。笃志笃行，配件方面非常丰富，还给了一个66瓦的车充啊，这个充电器也是66瓦的有线，它这个就直接给放在了中间的这个位置。黑色这个版本通体全黑啊，是这个比较亮的啊，它没有做这个 AG 的处理，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沾指纹了。对外的2个角做了圆弧处理之外，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它做的都是比较方正的，够方正吧？这样都可以立住。对折起来之后是14.3毫米，这种大屏对折，其他家的数据我们给大家打出来啊。打开之后也是比较薄的6.7毫米，素皮的这个要稍微的轻那么一点点啊，288克，这个是293克啊，也是非常重视外屏，是6.45英寸。这次不管是内屏还是外屏，它都采用的是国产类钻牌的屏幕啊，具体供应商现在我还不知道，但是整体素质上是没啥问题的。这个外屏呢是120赫兹的，峰值亮度呢可以达到1200尼特。出上手有个点感觉比较好的就是它的宽度啊，我跟你说数字你可能感知不太强啊。iPhone 13几乎一模一样，看我单手这手指是可以对在一起的，所以你单手可覆盖的面积相对来说就大一些。它的比例啊是21.3:9，这外屏你撕下来就跟一个普通手机是没啥区别的。对外的这2个角啊，内外 R 角是做到了一模一样，它也是啊，有一面是微曲的啊，就是里边这个是直的，外面是微曲的。很多小伙伴都强调的4边等宽是吧？这个手机如果你要是不看它这个转轴金属这个部分的话，真给你做到了4边等宽。顶部是一个微风听筒，给做了上下的对称式扬声器，都做在了这个外屏这个结构上面。所以你打开大屏看视频的时候啊，就不要这样转了啊，要这样转啊，它就放在上面。素皮版这个边框呢是金色的，它使用的是侧边实体指纹的这样一个设计，它2侧都做了处理，所以你在指纹这侧看这台手机的时候会显得格外的薄一些啊。你要注意它是一个折叠屏的手机啊，由于它的这个铰链呢是比较紧的，它也没有做成这种磨砂的边框，所以打开的时候会稍微要费点劲儿。荣耀这个铰链叫超薄悬浮水滴铰链，213个零件组成，比范恩那零件还多啊。咱们按照官方20万次左右计算啊，如果你一天开合100次，这算挺多了吧？保底用上5年是没啥问题的，只是不知道铰链和屏幕哪个会先坏。关于铰链的悬停问题，之前爆发过很多次讨论。有些人说这个你老强调悬停是没啥用的，有一些人说这个悬停都没有，你还玩什么折叠屏？大家都有自己的道理啊。这台手机是没有做悬停的啊，就是它在90度往后的这个位置都是松的。但是它合起来这一下是非常紧的，然后90度往里这里你是可以悬停的，但是它应该是机械结构的摩擦力，然后让它悬停住。展开到底的这一下也能感觉到一个力，就是把这个屏幕给抻平嘛。折叠屏的手机非常关心的这个折痕方面，由于我们这2台是新机啊，所以在耐久度上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是怎么样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发言权。但是它采用的方案是跟其他家有一些不一样的。同样是水滴，荣耀的这个水滴呢，它是做的比较的窄。也就是说2道浅折痕嘛，离的是比较近的。这个水滴做的大的好处是什么？就是2道折痕离得比较远，当然这个也就意味着你整块屏幕不平整的地方会变多一些。如果要是离得比较近的话呢，这折痕相对来说可能明显那么一点，但是它平整的面积就要更多一些。鱼和熊掌永远是不可得兼的啊。目前发布的这几家我们可以侧边特写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你觉得哪个表现是比较好的？我主观手指划过的时候，当然也是新机啊，确实感觉还是比较平的，而且正面看的时候真的是几乎感受不出来折痕，对自己不明显，外人看着很明显。打开之后呢，它是一个7.9的一个尺寸啊，这个 PPI 呢是381啊，不过在刷新率上它没有上到120，外屏120啊，这个内屏是90赫兹的，800的平均最高，然后1000的峰值，这个相对外屏少了200尼特。不过内外屏呢，这次有一个值得点赞的点是它
虽然不支持 DC 调光啊，但是它有192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。1920赫兹高频 PWM 调光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画面的帧率，低频就是24帧，你看视频还行，玩游戏你就难受了。而高频就是高刷，90、120，频率越高越流畅，眼睛就更不容易感受到闪烁，谁还能不喜欢高刷呢，对吧？它也加入了磁控纳米光学膜，这个膜这个名字听着非常高大上啊，这个说人话就是减少反光。武汉阴雨连绵也没个太阳。关于反射涂层，我们在室内测试下，对比其他折叠屏手机，它的反射确实更低。虽然内屏的亮度比外屏稍低，但白天在外使用也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当然也有一点不太好啊，就是反射率低了，旁边人偷看你的屏幕也更轻松了，小心一点。还有就是这个 AF 防指纹涂层啊，但实际体验下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感觉没啥用。同样啊，它内部呢也是有一个不可以撕掉的膜的啊。如果这个膜你要是用时间划了啊，就去它的售后去那儿贴，不要自己瞎折腾。后背的 ID 上呢，它这个镜头的玻璃比较有意思，它也采用的是双曲面的设计，这个好像还是第一次见啊。而且它这个曲率对于镜头玻璃来说还算不小了。这名字比较有意思，叫三体星环，感觉应该让荣耀给诚心送测一台啊，看看它体验是怎么样的。合起来侧边看过去的话，也是没有缝隙，就完全咔给你对折到一起了。但是现在这个手机是比较平衡的啊，当然平衡也就意味着你单手打开握持的话，这边就稍微感觉会重一些。之前骁龙8 Plus 那个处理器性能横屏我们都测了啊，这个 Magic 3 Pro 调教确实非常不错。那调教骁龙8表现如何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实测数据上，荣耀调教的骁龙8处理器啊，这台机器有12加上256和512两个版本，不过目前它都跑不了分啊。这次时间比较紧啊，我们测试了部分数据。小白测评数据库折叠屏专项续航测试，4750毫安时的电池，类钻排外屏120赫兹，内屏90赫兹，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胜于58%，5小时正度胜于6%，外屏120高刷体验更好啊，但是也更加耗电，所以整体续航表现一般。游戏方面，我们直接测试了一下原神，最高画质下半小时平均40帧，游戏开局就锁定在了45，最后稳定在40帧左右，整体没什么大幅度的掉帧，还算平稳。发热上半小时温升曲线机身正面最高48.7摄氏度，结合这个锁过的帧率来看，这个温度控制的一般。目前版本游戏上不如之前荣耀 Magic 3 Pro 的表现，再加上游戏时两侧的视野有所收窄，主观感觉并不太适合游戏党。如果重游戏，还是建议上 Magic 数字系列。硬件只是保障啊，折叠屏的体验基础大头还是要看软件。Magic UI 6.0 系统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荣耀将折叠屏的显示体验分为了3大类：内容布局、列表详细、简短独立啊，好像没听过是吧？其实你都很熟悉。内容布局老朋友了，就是尽量利用大屏显示更多的内容，比如使用咪咕视频的时候，你同时可以看2个甚至3个啊或者4个视频，尤其是在体育赛事的时候，你可以多机位同时观看，不漏掉任何一个精彩。使用手机简单的创作，大屏也更加方便。比如说多轨视频剪辑、素材拖拽也更加方便。列表详细就是平行世界以及分屏操作，折叠屏标配的平行世界都很熟悉了。荣耀的分屏与其他家的滑动操作不同啊，选择了更加直接的点按操作。在可以分屏的应用上方会出现一个小横条，点击就可以弹出分屏浮窗的快捷按钮，和 iPad 的操作逻辑是一样的。和滑动分屏的操作相比，点按显得更加直接一些。在上手的第一时间，我们就直接明白了操作方式和逻辑啊，学习成本非常低。当然，相比于滑动的操作，点按的缺点是你不太能够盲操啊，必须点到那儿嘛，并且需要点按2下啊。点按和滑动，你更喜欢哪一种呢？在分屏下，荣耀也支持分屏拖拽，比如从图库直接拖拽照片到备忘录、QQ、微信里面。我们还发现一个小问题，就是在分屏的情况下，右边 App 的小横条卡在前摄上了，虽然不影响使用，但就是感觉有点难受。还有一个是微信开启平行世界的时候，为了让右边的聊天窗口显示更多的内容，中间的分界线不在中间，功能是好的，只是处女座有点意见。简短独立啊，就是小窗模式，除了可以通过 App 顶部的小横条，也可以通过多任务快捷开启。同时，为了简化小窗的使用方式，小窗下面的横条下滑啊就快捷变回全屏，上滑就快速关闭小窗啊，就不用先点小横条再点关闭按钮了。荣耀 Magic V 还支持加密门卡的复制，提升 FC 复制成功率，小军门禁、公司门禁1级即可。Magic V 这次还配备了一个独立安全存储芯片，专门用来保护隐私信息，比如开机密码、指纹信息等等。举个例子啊，日常使用的存储就是你的房间，这个保密芯片就是单独给你加了个保安，可能使用折叠屏的商务人士机密或者买卖都比较大吧。
Magic V 也支持多屏协同、拓展模式、镜像或者键鼠共享。不过荣耀带到了折叠屏上啊，毕竟展开这么大屏幕，搭个平板不过分。多屏协同同样支持蓝牙有线以及一碰传，协同下可以快捷互传文件，想把图片传到电脑上，一键拖拽即可。并且比较关键的是 ，Magic V 在协同下的延迟表现是比较出色的，最快在6-70毫秒左右，比许多蓝牙耳机的延迟还要低。不过因为还是工程版，目前我们只体验到了多屏协同、拓展模式、键鼠共享等，目前还未上线。影像硬件方面 ，Magic V 3颗5000万镜头啊，1.1/5英寸的5000万主摄，还不知道什么具体型号，还有一枚122度的超广角，以及一枚5000万的光谱增强镜头。目前的版本下 ，Magic V 的白天表现还 OK， 偏高的曝光看起来比较亮丽，但是在某些场景下会出现一些过曝的问题，并且荣耀的白平衡要偏冷一些，在一些场景下看起来没那么自然。夜景的整体表现就稍差一些了。对于灯光的压制表现不错，广角的纯净度上也 OK， 但是边缘画质上不太给力。受限于工程系统，许多功能和体验还不完善啊，比如使用外屏后摄自拍，目前尚不支持。这枚光谱增强镜头也还体验不到，等到后续固件更新之后，我们再给大家汇报体验。OK， 简单总结，这台机器主观上的体验不足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铰链没有做悬停，稍微欠缺一点质感。外屏的使用手感啊，应该大概差不多。主观上来说，我觉得是目前折叠屏手机里面做的最好的，不论是尺寸，还是屏幕素质，还是它的 ID 设计边框，就都 OK。你可以去线下体验一下。它的逻辑呢，还是先做好一个让你正常外屏能够使用的手机啊，不会特别长跟遥控器似的，是吧？也不会品质素质比较低，然后再去打开，让你做一个7.9英寸啊，像 iPad mini 一样，这个一个平板使用。折叠屏手机越来越成熟，折叠屏手机做的品牌越来越多。虽然你也可能不喜欢折叠屏手机啊，我也觉得折叠屏手机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但不可否认，这个手机品类的重要分支现在发展的是越来越成熟了，而且有众多的厂商，上下游的产业链、上下游的技术攻坚力量都在往折叠屏这个方向去努力。问大家吧，因为我现在确实还不知道价格啊，这个满分10分的话，这个 V 你给几分呢？可以走个弹幕。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，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啊，3万，特别感谢。更多的精彩，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